乌军海王星导弹精准命中，克赤大桥浓烟密布。乌克兰发挥战争智慧，多方面打击俄罗斯无人机。拜登向乌追加1.25亿援助，并表示担忧红军村局势。台湾豪掷6000亿造潜艇。8月22号，俄罗斯高加索港口附近的克里米亚大桥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和火灾事件，浓烟在远处都清晰可见，显示出爆炸造成的破坏程度极为严重。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一艘名为 Coral Trader 的渡轮在克赤海峡的高加索港遭到了导弹的袭击。由于当时船上装满了油管，渡轮上的火势和爆炸过于猛烈，紧急救援人员难以靠近进行救援。Coral Trader 的遭遇袭击，不仅导致了港口内部分油罐的损坏，还迫使克里米亚大桥紧急关闭。而乌克兰方面则称 ，Coral Trader 号在满载燃料的情况下，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卡瓦兹港被击中。当时该渡轮正准备再次起航。这艘建于1984年的渡轮设计上可以搭载36节火车车厢，是克里米亚运营的最后一艘滚装渡轮。从2022年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袭击以来，俄罗斯开始减少通过该大桥进行军事装备和燃料的运输，以避免可能的导弹袭击和连锁爆炸反应。因此，向克里米亚运送燃料的任务全部转由渡轮完成。而这些渡轮呢，随即成为了乌克兰军队的攻击目标。5月30号，乌克兰曾经对俄罗斯的渡轮 Evergrande 和 Coral Trader 发动袭击，当时 Coral Trader 已经遭遇损伤。现在 Coral Trader 号的爆炸和燃烧预示着克里米亚最后一艘渡轮的终结，而之后俄罗斯如何向克里米亚以及南方集团军运送能源，就成了新的难题。其实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俄军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从2023年10月以来，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发动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打击，目标包括防空系统、雷达站、预警机、战斗机和燃料库。经过近1年的冲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力量已经遭到严重削弱，黑海舰队1/3转入水下作战，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损失严重。俄军不得不将剩余的雷达、防空系统和战斗机转移到克里米亚大桥附近，试图保护这一关键通道。然而，随着渡轮被摧毁，克里米亚的军事装备和日常燃料供应面临中断，未来可能只能依赖陆路通过克赤大桥。但运输军用物资会让该大桥成为乌军的合法打击目标。如今，乌克兰军队的 F-16战机正虎视眈眈。如果克赤大桥再度被摧毁，那么它将彻底失去和俄罗斯国内的联系，成为一座战略孤岛。而且这还不是最要命的，俄军庞大的南部集团军极其依赖经由克里米亚输送的后勤。如果大桥被毁，那么俄军后勤将不得不远从扎波罗热运输，而这条路线呢，又处在乌克兰军队的火炮射程里。值得注意的是，击中 Coral Trader 的是乌克兰的海王星导弹，而非西方提供的武器。此前一天，乌克兰军队已经使用海王星导弹成功击中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 S-300防空系统。不久之前呢，乌军表示海王星导弹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000公里，根据俄乌战争开始时射程增幅了40%。这表明了乌克兰的导弹科技在俄乌战争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西方武器不同，海王星导弹在乌克兰境内是有成熟的生产线的，乌军可以大批量生产该武器。如果乌军通过海王星轰炸克里米亚，以俄罗斯的防空能力来说，很难保万无一失。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的俄军已经逐渐走入了一条死局。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其在廉价的同时很难被轻武器击落。如果利用防空导弹，又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所以，乌克兰一直在探索如何以相对廉价的方式防御这些无人机。他们组建了装备有机枪的卡车车队，在空中则使用改装的雅克52教练机。
该机后座射手使用霰弹枪进行射击，乌克兰甚至训练了操作员通过驾驶无人机直接撞击敌方无人机来进行拦截。而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发出了一段视频，显示他们把一架米8直升机改装成了截击机，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无人机。视频中，一名射手位于飞行员和副驾驶之间，通过机头的透明玻璃舱口使用机枪射击，成功击落了一架正好在直升机下方飞行的无人机。驾驶舱内因射击而充满了火药烟雾。米8直升机原本就具备在短翼下携带机枪或者在侧门上安装机枪的能力，只有少数几种型号的米8在机头下方装备了机枪。然而，似乎所有具有透明机头玻璃的米8型号都可以安装一个灵活支架，以便机枪通过机头进行的米17直升机，其中一些在机头配备了透明玻璃，包括在战前大约的50架。减去战时损失的25架，再加上从盟友那里接收的50架米8、米17直升机。一些照片显示，一些乌克兰的米8已经装备有帆布罩了，这意味着这些直升机可能也被用作狩猎俄罗斯无人机。当然，这种方法呢只是权宜之计。米8的内部空间其实并不丰裕，其内部空间刚好可以容纳3名并排坐的机组人员。从视频里我们也能看到，机枪开火产生的烟雾几乎全部被留在了舱内，这将极大程度地影响枪手和驾驶员的视野。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这并不妨碍米8直升机成为一个有效的反无人机装备。未来乌克兰可以从此处吸取经验，研制专用的反无人机武器。美国官员在周四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向乌克兰追加大约1.25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据美国官员称，最新的援助方案涵盖了防空导弹、海马斯火箭系统的弹药、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一系列反装甲导弹、反无人机和反电子战系统与装备，还包括155毫米和105毫米口径的火炮弹药、车辆及其他设备。这些武器将通过总统提取权来提供，这意味着他们将直接从五角大楼的库存中提取，并且能够更快速地交付。五角大楼发言人在22号被问及库尔斯克行动时表示，美国理解乌克兰希望沿边境建立缓冲期的愿望，但是政府仍有更多问题需要了解，以更好地帮助乌克兰。最新的援助计划是自2022年2月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安全总额超过了557亿美元。随着乌克兰军队的不断扩展，其对俄罗斯的解放行动，美国官员们表示，他们观察到乌军已经在库尔斯克周边地区夺取了约62平方英里的土地。但与此同时，俄军在红军村东部地区也取得了进展，该地是一个关键的后勤枢纽。五角大楼官员已经多次表示，美国一直在与乌克兰领导人沟通，以更好地评估他们对库尔斯克行动的长期目标，尤其是在他们注意到俄罗斯在红军村附近的进展后。从2022年起，拥有59000名居民的红军村，这个位于交通要道的小镇一直身处俄罗斯全面入侵的漩涡中。然而，直到最近1个月，这个镇的未来才真正面临严峻考验。俄罗斯将夺取红军村视为一个战略目标，这将为其向第聂伯和扎波罗热等大城市进军铺平道路。8月22号，华盛顿邮报报道，乌军已经开始为保卫红军村做准备。由于俄军凡是进攻都会大量使用炮弹和航弹，所到之处是寸草不生，所以8月19号，当地政府开始阻止民众撤离。当前，当地警察和行政机构已经开始撤离，但仍有部分人留在镇里。目前，红军村的局势相对比较困难。驻守在该地的乌军指挥官夫洛费多森科上校表示，乌克兰部队在兵力上以1比4处于劣势，并且极度缺乏消息，有些士兵疑似在前线要待上30到40天。第110旅的无人机指挥官奥列克桑德通过屏幕监视战场，他表示，从8月19号以来，俄罗斯的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但他随后又警告，俄罗斯人习惯于迅速袭击弱点并造成毁灭性打击。
乌克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证实，虽然俄罗斯从东线其他地区调动了部队，但它加强了红军村附近的兵力，因此即便乌军在库尔斯克州进展顺利，但红军村的局势依旧十分严峻。尤利亚·科斯杰诺娃是当地一名普通妇女，回忆起8月11号一枚俄罗斯炸弹摧毁了她工作的肉类加工厂时，她的情绪崩溃了。她表示，爆炸的声音震动以及被震波震开的门窗都让她的内心极度紧绷，只要听到炮弹声，她都会害怕炮弹是否会落在自己家附近。台湾行政院在22号正式通过了2024年度总预算案，重点聚焦于自造潜艇计划。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证实，行政院长已经批准了该计划，计划将从2025年持续到2038年，预算总额为2840亿元，用于建造7艘新式潜艇。去年9月28号，台湾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在命名及下水典礼后，已经进入了出坞测试阶段。外界对海鲲的后续量产计划表示高度关注。针对明年的军费预算，台湾军方主计局局长谢其贤在院会中报告称，2025年度预算总额为6470亿元，比前一年增加464亿，增幅达到7.7%。新增预算主要用于人事维持、作业维持和军事投资3大领域，其中作业维持费用增加了177亿元，主要用于主战装备的零部件采购和后勤维护，以及弹药和战斗装备的补充。军事投资部分则增加了203亿，其中约70亿用于新的项目，其余资金用于现有计划的付款需求。对于外界关心的潜艇预算是否纳入明年军费预算，谢其贤表示，目前该预算仍在审计中，预计月底会有最终的结果。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